我妈嫌我婆婆不要强，想利用我婆婆在加拿大给她开饺子馆，真事儿。你看我妈吧，贼烦我婆婆，这大伙也知道。但是温迪走之前呢，他俩这关系有所缓和，因为啥呢？因为我妈是个生意人，她在温迪身上看到了商机。很早以前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，我妈来看我，我妈因为吃不惯，就开始自己包饺子。然后你们知道饺子这个东西吧，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就家里包的香。我身边这些外国人呢，连正宗的中餐馆都没咋去过，所以那真是吃的急头白脸的。当时我妈就看到了商机，就跟我说读什么博呀，就在大本钟底下开饺子摊儿。然后温迪从铁岭走的时候呢，也贼爱吃俺家饺子，还跟我妈说，我能不能用保鲜盒包一盒饺子，给我加拿大的老公和2个女儿带回去？我妈本来要埋汰他，就说不是你在加拿大买一盒饺子多少钱呢？至于吗，温迪啊？温迪说一份10个$15。我都能听到我妈脑袋里不灵一声金币响了。我妈赶紧继续追问，哎，温迪，你在铁岭吃过的最香一顿饺子是哪顿？温迪说昨天晚上那个。我妈说昨晚那顿是驴肉馅的。哎，你就没有想过在加拿大卖驴肉馅饺子吗？温迪说加拿大没有驴。我妈说那你去搞驴啊，有需求就有市场。温迪说我上哪搞驴去啊？大胖姐自己在那一顿查呀，过一会儿偷摸过来告他妈。这事儿还真能解决。我查了，你让马和骡子在一起生小孩，生出来的就是驴，就是驴。温迪问我是这样吗？彩玲，我说是骡子是马，生出来溜溜嘛。于是我妈就开始疯狂给温迪洗脑，先打听了一下温迪的工资，发现不高，然后就开始灵魂3连问。你有梦想，想给自己当老板，想将来老了的时候留给自己的子孙一个江山吗？温迪想了一下说不想，不想。我妈说你听我说，咱们开一个饺子馆，我出专利，你出力，绝对能挣。温迪说不是，加拿大人没有出去吃饺子的习惯。我妈说我们以前也没有出去吃汉堡的习惯呢。在抖音出现之前，人们也没有刷短视频的习惯呢。现在万千人刷着手机看别人叭叭唠扯，是因为有人先研发了 TikTok， 习惯是引导的，需求是用脑。加拿大人吃饺子是需要用营销去干扰的。我们面前这盒你要拿回加拿大的饺子，在你眼中是你温迪的个人需求，在我眼中是加拿大西海岸乃至北美乃至全球万千人的需求。这保鲜盒就是铁岭和加拿大贸易的廊桥，我妈真燃起来了，但是给温迪做培训的时候还是给整疯了。是这样的，温迪必须需要我妈给他一个梯度表，包10个饺子、50个、100个、200个，分别用多少面、多少水，必须用一个表格形式展现的一目了然。我妈才发现温迪这个算术啊、99乘法表啥也不懂，也懵了。说要不你跟你孙子先用学而思吧，先学数学。那以你的水平，我比爱算术都够你一项。学而思学习机不仅搞定你数学，他英语的外教老师发音听起来比孩子他爸还有文化。课程跟动画片一样，拿铁现在最喜欢这个魔法七巧板，锻炼手脑配合能力。为了确保他能学着点手艺，我妈还特意邀请了我二姨、我老姨辽北蒸煮水饺双煞来给他做了一个沉浸式集训，就是跟着二姨老姨学会包饺子，把手艺带回加拿大，用二姨老姨的手艺赚加拿大人的钱，这就叫师夷长技以制夷。我妈说了，我们的口号是旗舰店在温哥华，分店遍布北美洲，让世界拥抱来自铁岭的翠华蒸饺第一次抽。但是呢，那温迪学那玩意儿都就饺子吃了，就她也被我妈燃起来了，打鸡血了，回去就开始给她老公包了一顿。她以为当时她都看明白了，结果第一次面对这个多少面加多少水整稀烂。我说当时你不是跟了一下午吗？啥也没学着。她说我也听不懂他俩说啥，就只能靠饺子在旁边给我翻译。你二姨和你老姨也没咋唠包饺子，就一直说那个赵玉霞要离婚。哎，昨天我老公跟我质疑了一个在我心中根深蒂固的概念，家和万事兴。他不认可这个事儿，引发了我的深思。咋回事呢？昨天俺家拿铁溜进了翟奥达的卧室，把翟奥达组装的小恐龙给拆了。人翟奥达本来在客厅看电视呢，都没发现。我大胖媳妇贼拉欠就过来了，你看看你的龙吧，让小弟给拆了。翟奥达回屋一看，嗷叫一声，把拿铁当场给拎出来了，给拿铁吓哭了。我妈看着这一幕，赶紧冲过来，冲姐姐说：“爹他小，你别跟他一样，你给他整哭干啥呀？让你妈再去给你买个恐龙啊！你别让弟弟哭了，让着点弟弟的，让着弟弟啊！”翟奥达呢，本来自己精心组装的东西就坏了，现在又莫名其妙被告知得无条件让着弟弟，那更委屈了，嗷在里边哭了。我老公就跟我妈说：“孩子的问题你得让他俩自己解决。姐姐面对这个事儿就俩选择：一，接受你的弟弟肯定会搞破坏，那你接受了以后你就别凶他；二，不接受，我不想无条件让着他，那你以后就把自己东西全收抽屉里，或者你处你卧室你就关门。弟弟也有俩选择，你选择一定要进你姐的屋，你就得接受被他拎出来；你不想被拎，你少碰人东西。这事儿就得他俩之间这么解决。”我妈说：“我不管，我不能听孩子哭，我上火。但是你俩大人干啥的？赶紧听我的，你俩领老大出去，再给买个恐龙，我在家哄老二。”我呢就很闹心，我想让这事赶紧过去，我就跟我大胖媳妇说：“我说这事儿就是你找的，你咋这么不嫌事儿多呢？还来告状来了？你是瓜尔佳氏啊，没事儿，臣妾高发熹贵妃。现在俩孩子哇哇哭，你这就听我妈的吧，别杠，就家里没有对和错。”我老公说：“家中没有对和错，但是家中纠纷躲不过。你怎么老和稀泥呢？你今天听你妈的，出去给老大再买个龙，回来老二又整坏了；明天你再出去买个龙，回来又整坏了。你家干啥呢？
龙的传人，龙的传人呢？你豁不过去这事就不存在了吗？你遇上问题不得解决问题吗？我说我不想在家里吵架。我们有句话叫家和万事兴。他说你说那玩意儿没有道理，还家和万事兴，能让万事兴的只能家鱼，只能家鱼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最近汉语我可进步了，家和万事兴这个和字还念和，利和稀泥，它的意思就是以不得罪人为唯一目的，让问题无限循环。利张彩玲此时，你现在的方法论就属于家和万事兴。然后这个事儿就引发了我一点深思，我就想起来我第一次和我婆婆发生冲突，就我第一次去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做菜的时候菜板子用错了，就在切菜的菜板上切肉了。我婆婆就很直白的说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啊，你们亚洲人这么做可能还好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如果我们这么混用，我们可能会死的。我当时听了非常不舒服，但是我确实也是用错了。我以为我老公肯定会跟我说，哎呀，我妈岁数大了，思维也改不了了，她也不是坏心，就这种话，就把这事豁不过去。我没想到大胖媳妇直接跟他妈说，哎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把咱们这个物种说的如此脆弱，并不显得你比人家高级，只是显得咱们没有人家进化的好，活着费劲，易灭绝。以后这种无脑优越感可以收一收。还比如我婆婆路怒症，平时能板住，一上路就骂人。有一次我婆婆开车又失控了，车里还有孩子呢，我也不好意思管她。我老公上来就勒令他妈，再骂一句人3天看不着孙女啊！我婆婆当时就改了，拐弯的时候让别的车给别了。 This car is a Ford。她对她妈这样，我确实不上火，有时候还有点小过瘾。但是她对我妈这样闹心的就是我。只要打小的时候，我们要出去吃饭，我妈当时刚买了一辆新车，就车的后座都用她那个车套给罩住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安不进去儿童的安全座椅。我妈说没事，开车就5分钟。我老公说，哎，无座椅不出行。我妈面上就过不去了，俩人就僵持了，我就又闹心了。我说老公，咱别犟，不远，要不你抱着孩子走去吧，咱别跟我妈吵架，行不？我跟你说过那句话，孝顺孝顺，想孝的带点顺。我老公说，我记着那句话，哎，孝顺孝顺，想顺的带点孝，带点孝。你先别跟我说这个，你问题你不得解决吗？我今天是可以抱孩子去饭店，那明天去机场呢，我也走去啊。我妈说，这铁岭城市小，也就开20迈，能有啥事儿？我老公说，你开20迈，那撞你的人要开200迈呢，一样没。然后我关于这事儿有个什么小反思呢？就他这样肯定是让我很操心，但是他的逻辑呢，就是我不怕眼下要发生冲突，即使是在家里，即使是跟长辈，然后呢说明白就完事儿，这问题就解决。这种方式呢，确实避免了很多问题，就一而再再而三磨磨唧唧发生。所以以后呢，我也少和稀泥。家里和和家里和确实是两码事，你觉得呢？张大铁假期回铁岭不到3天，变成熊孩子了。我妈惯的，我一点招没有，但是大胖媳妇有。这父母吧，你天天按照你定的规则、你的原则去教育孩子，好不容易坚持一段时间，孩子有些好习惯了，一碰着隔代老人，立马就废。我跟你们说哈，只要他正常情况下，根本不会轻易因为张大铁管他要什么东西就生张大铁的气。只要我跟他爸能主持公道，如果是张大铁无理要求，我们就告张大铁别欠灯，张大铁就老实了，翟耀达也就不会跟他计较。孩子就想要一个公道，翟耀达和张大铁一起吃饭，人翟耀达先吃完了，看动画片呢，张大铁这边没吃完呢，看他姐看动画片，非管他姐要手机，他要看。但是我妈呢就会说，那你就给弟弟呗，他比你小，那你能跟比你小的生气吗？对不？他懂个啥？那翟耀达就会非常生气，张大铁也会变得更加猖獗。我一直在想怎么跟我妈沟通这个事儿呢。第2天家宴的时候，大胖媳妇跟我说，我要给咱妈上一课。大胖媳妇起身了，开始跟着这个转桌跑，追锅包肉，锅包肉跑，他也跑，夹走半盘。我妈脸色就变了，等锅包肉好不容易转回到我妈面前，我妈还没等夹呢，大胖媳妇咔嚓一下就转走了，转回到自己面前，整盘给端下来了。我妈说，你能有点礼貌不？大胖媳妇说，我比你小，你能跟比你小的人生气吗？我懂个啥？我懂个啥？孩子们跟我妈去花鸟鱼市场，我们都跟孩子说好了，一人只能选一样东西。张大铁到那就忘了，啥都想要。我们说不能这么浪费钱。我妈说，买，姥姥挣钱干啥的？姥乐意给你花，买，大宝你就记住，姥姥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财产，早晚都是你的。大胖媳妇说，就算早晚都是他的，但是现在是中午，回家了，张大铁鼓捣他爸电脑，把大胖媳妇鼠标整坏了。大胖媳妇早就教育过张大铁，不能随便玩他电脑，尤其还整坏了，于是就对张大铁进行了一次批评。我妈出现了，那孩子，那他能是故意的吗？你上下期也多少天玩了，我赔，别说俺孩子。大胖媳妇那都不敢说话，再说话我妈就削他了。我说那不行啊，那孩子不管整坏啥，就一句，那他那么大点儿，他能是故意的吗？就解决了。万一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呢？比如秋冬我一直在用的科颜氏高保湿霜，以前铁岭过冬的时候没它脸真扛不住，很轻盈，早晚薄涂，干巴脆弱的脸直接水润润的，还要补充妆，能续3罐，性价比很高。第2天我们回北京之前，在车库里，张大铁问他爸，我喜欢姥姥车上这个标，真亮，我可以抠下来吗？爸爸，他爸说，你姥姥说的，他所有的东西早晚都是你的，现在是下午3点，还有2小时，这车就是你的了，随便抠。然后晚上我们就回北京，回来之后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他车标让人偷，我妈说，你说谁能想到啊？那铁岭治安挺好啊，从来没听说过铁岭有这样的人啊。大胖媳妇说，对，因为是长乐人干的，长乐人干的。我妈说，哎呀铁啊，那咋还抠姥车标？那姥多心疼。没抠这姥姥车标啊！别说我们的孩子，他那么小，他能是故意的吗？多少钱玩了？我赔。但是啊，当天实际的情况是这样。你别抠了。
我不用它口水，它非要口，跟我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